直接开聊了。说小泽咋的了呢？就是我说了，我太爱小泽了。为什么？小泽一个大呲花，几个穿云箭，那大毛子就嘎嘎就往东方这边看。那小泽家人们，咱们刚才讲了说，为啥这次态度怎么就变化这么大呢？对不对？说到底，老铁们还是老登不给力呀！现在美国那边那真是举国哗然，所有的民主党媒体都在劝老登说：“陛下呀，为了我大美朝啊！”你就退位吧，对吧？说陛下你不能再干了，再干我就拿电钻转你了。说尿不湿都不够用了美国都干脱销了，都给你用了。但是老登头家人们不知道是哪个倔脾气就上来了，咋的呢？我老子就死活不退，我就在这个总统位置上我就干，我还能再干好几年呢，是不是？就是他死活不退，似乎是准备 cosplay 一把谁呢？罗斯福。罗斯福当年就咋的呢？就身体不行就硬耗着呀，就带着美国直接逆转了整个二战。老登呢现在自己撒泼尿一照镜的，可能觉得说，哎呀，我跟罗斯福长得挺像啊，是不是我只想跟老登说呀，人家罗斯福那是腿脚有问题，对吧？人家的脑子和后门都是正常的呀，既不会死鸡也不会窜稀呀，对不对？但是无论如何，兄弟们所有人都意识到了，老登这个身体现在咋的了？那是真不行了，真的。现在距离大选结束还有一段时间呢，对不对？这段时间内，家人们，民主党内部那直接就彻底撕裂了就是说，无论换人还是不换人，你换谁，你哈里斯上来更迷糊。对吧？只要民主党团结一心，那就跟咱家这个螺丝刀子似的，就是想卸谁卸谁，想卸哪儿卸哪儿，对不对？现在民主党内部的趋势就是什么呢？就一派人认为现在换人都晚了，老登不行他也得行了就得顶，就千斤顶都给你顶上去，只能硬着头皮就撒丫子干到底。那么另外一派认为什么呢？就是再不换人嘛，特朗普回来了。民主党执政期间把特朗普整的这么狠，各种刑事指控，各种调查你，各种让你这坐监狱，说那妈呀，那罪行加起来都得判他妈300年，是吧？中间还给特朗普给抄了个家，那特朗普要回白宫了，那重掌权力了，那不杀了个血流成河呀，对不对？所以这个点可能会成为后面民主党最大的弱点。重要的不是换不换人或者不换人，重要是民主党现在内部他达不成一个共识，懂不懂？要是不换人，就一起全力支持老登；要是准备换人，兄弟们，那就一起全力推出新的候选人。最惨的是什么呢，家人们？最惨的就是民主党后边，如果全程都在纠结，究竟到底换呢还是不换呢，那就直接输定了螺丝刀子给他拧的滋啦滋啦转。结果这方面就是做出最快反应的还是美国内部的人。不是美国内部的人，是小泽。小泽是全世界反应最大反应最快的人。你看现在小泽那样，家人们，他大概率就相信老登肯定整不了了，肯定赢不了了。我估计家人们都看见这边就印那个特朗普那小旗儿了，所以说非常丝滑，就表示说谈判吧谈判没问题呀，是不是甚至面对失去国家地位我都准备好了。看完这一幕，老铁们我只能说心态非常复杂。什么事儿呢？一方面家人们小泽不断的去啥呀？去这个继续那个威武了这对我们来说未必是个好事儿。毕竟说咱也希望中亚和那个远东地区继续打通要打通就需要大毛去同意大毛同意。要想大毛同意，老铁们东方大国去了，那俄乌这边呢？就是肯定得上强度，有人都说让我把电钻放下 ，OK 我放下了家人们别担心，我没事的这玩意儿可安全了。小泽说了，怎么现在搞了一半了，整半天了，你还真看拜登脸色呀？人家那边熄火，你也跟着熄火，对吧？另外一方面，这个事儿兄弟们确实狠狠打了就是国内某些公知的脸就是说有个现象，什么现象呢？我现在大家也都明白，支持乌克兰的未必都是某些人，但是很多某些人确实是支持乌克兰的虽然我也不知道他们是什么脑回路这个估计是那个就是咋事呢？就纯粹跟着西方复读这些人原本就天天在咱们国内这个舆论场上瞎嘚瑟瞎嘚的，然后那上嘴皮子碰下嘴皮子，嘎嘎一嘎子一顿整
啊，把乌克兰吹的那家伙神乎其神了，说什么坚定不移的抵抗意志啊，一寸山河一寸血，妈！结果现在小泽直接啪啪大嘴巴子咔咔给他们打。小泽现在表露出来的意思就是什么呢？就是说只要老登上不来，他还真准备跟俄罗斯去和谈了。连和谈的方法都能想好，人说了，搞一个第三国的模式。很多人啊，家人们不是把乌克兰抵抗这个事儿类比为这个抗日吗？对不对？假如说真的是铮铮铁骨，真的像他们所说那么重要，那我也不否认啊。但这么重要的事儿，家人们你们就想，怎么能因为仅仅是美国不支持，态度就巨变了呢？对不对，家人们？美国不支持了，你还真就不抗战了吗？那领土完整怎么办呢？你天天叫嚣那个领土完整呢，对不对？那我们的远东地不是说错了啊，就是远东地区中亚呢，对吧？总之啊，就是乌克兰领土，这个完整很重要啊，就是我建议就一定得去保卫。这种画面的讽刺感，就好像是我们国内那些乌粉啊，就已经把小泽塑造成什么了？那当代岳飞啊！结果乌克兰这边反手就给你来一个收复燕云16州，对吧？朕表示完全可以谈呐。所以说，兄弟们，你们就等着吧。按这种节奏，用不了多长时间，我估摸啊，就是我都可能啪啪被打脸了。咱说咋回事？咱说就是我说这个俄乌战争啊，就今年肯定结束不了。那如果按这个架势下去，我估计俄乌战争马上要结束了。那么说到这儿，我看刚才有老铁就问说，前几天美国不还批准乌克兰跟波兰去干人家白俄罗斯，要斩首人家卢卡申科，那家呼呼哈黑整的呜呜旋旋的，咋的不整了？泽连斯基一点念想都不留了。这事儿老铁们跟你们说个实话，不是泽连斯基不想干，他是真想干呢，但他真干不了啊！我跟你说，现在泽连斯基哭都找不着地方哭，知道吧？就这2周刚放出来消息说要干人家白俄罗斯，你知道咋的了吗？就这周4啊，也就是昨天，白俄罗斯那边直接化身变身金刚了，真的，那这个叫什么？就那个武魂直接附体了啊！为啥说这么夸张呢？因为就在昨天，兄弟们，你知道上合组织在哪儿开会呢？哈萨克斯坦举行的第24次会议，对不对？这次会议，家人们，普大帝专门从俄罗斯过去的，先跟咱大哥见了一面，聊了半天，然后第2天会议开始，我的个妈呀！所有成员国领导人二话没说，直接签了个什么呀？接收白俄罗斯成为成员国这个决议，然后白俄罗斯就正正经经的成为了上合组织的第10个成员。在镜头之前，我告诉你啊，就是那个卢卡申科有意的眨了一个眼睛，打了个 wink 啊，就是放电的意思。那你们就想，白俄罗斯之前就一个俄罗斯大哥，对吧？他还有点就是蹑手蹑脚的。现在好了，东方大国俄罗斯带着上合组织全是白俄罗斯后盾呐，你就甭管说能不能直接咱出兵，那是不可能的。就上合组织搞好之后，家人们你请记住啊，有一条啊，成员国直接可以交易武器这一项啊，你就让乌克兰包括波兰甚至整个北约加起来，他能拼得过吗？根本没的办法比。所以说白俄罗斯加入上合之后，直接就给白俄罗斯一道防火墙，直接给白俄罗斯一道护身符，真的。不过呢，虽然咱说起来轻松，兄弟们啊，说起来轻松，白俄罗斯一下就加入上合，但是你知道白俄罗斯为了加入上合这个过程有多艰难吗？非常艰难啊，非常艰难。2005年的时候，白俄罗斯一下就当时就申请已经申请成为上合组织的观察国了。然后2010年吧，成为上合组织对话伙伴国。随后在2015年的时候获得观察员国这个地位。2022年白俄罗斯正式递交加入到上合组织这个申请。2024年白俄罗斯才正式成为了上合组织的成员。也就是说什么呢？白俄罗斯为了加入到上合组织用了将近20年的时间，等了20年，不是10年。那家人们，问题来了，兄弟们，上合组织到底是啥？咱们天天聊上合组织到底是啥呢？咱们先深度给你们讲，第2场深度给你们讲上合组织，好吧？如果你去查资料，你就会发现上合组织好像各个方面都涉及了，就像什么经济教育安全科技等等一系列方面全都有合作。但是要你说上合组织到底在哪几个方面有重大的成就呢？你似乎又找不着什么非常值得说的地方。
其实我们看看西方，就咱不用看咱自己怎么说，咱看看西方啊，人家是怎么看待咱们的上合组织，你们就知道了。西方国家说上合组织啥呢？说是东方的北约。那北约啥意思啊？它是个军事联盟啊。某个国家加入到北约，一旦有其他国家对其发动战争，那就等同于对全部的成员国发动战争了。北约成员国就必须一起对抗的，对吧？上合组织有类似北约的共同防御条约吗？没有，一个字儿都没有。我们爱好和平啊。那么既然上合组织没有共同防御这个条款，那我请问了，西方国家为什么把上合组织比喻成东方北约呢？想要了解这一点，家人们，我们就必须从上合组织是因何而诞生的咱开始说起，对不对？上合组织其实是因为啥呢？因为中亚而诞生的。在大家的印象当中，兄弟们，中亚地区可能是一个没有存在感的地方，对不对？甚至有人形容他说被神遗忘的地区，对吧？虽然中亚世界的舞台上没有什么存在感，但是兄弟们，这个地方是极其容易产生极端宗教分子、恐怖主义泛滥的。为什么中亚地区的恐怖主义那么猖獗呀？这里面原因非常之复杂，家人们感兴趣的话，你们可以去查一下，和老美呀，包括老英的呀，那关系脱不开。但是家人们，中亚的周边有两个大国，谁呢？一个龙，一个熊，对不对？龙跟熊显然不是只想当一个地区大国而已，而是想要成为世界性的大国或者是强国，对吧？而中亚地区关系到谁呀？中亚地区兄弟们，你们看这个位置太重要了，关系到龙国的西进以及俄罗斯的南下战略。所以为了遏制东方大国以及俄罗斯，兄弟们，美国势力也必须参与其中，对不对？他不可能放弃亚洲这么一块蛋糕。那正是因为这个地方本来就比较复杂，再加谁呀？土耳其，对吧？伊朗、美国都在这里面搅和，各自扶持自己的势力。所以说这里面家人们，恐怖主义极其之泛滥。那恐怖主义就是以这个地方为大本营，就不断的搅和中亚五国呀，让五国政府脑袋嗡嗡大。比如说很多人都说过什么郁金香革命，还有什么安吉延什么骚乱事件，这些恐怖主义不但在中亚五国制造了很多的动乱，而且不断向谁呢？向龙国这边，向俄罗斯这边渗透。也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之下，家人们，上合组织就诞生了。2001年的时候，6月15号，就像哈萨克斯坦、龙国、吉尔吉斯斯坦、俄罗斯、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6个国家在龙国上海宣布成立的叫永久性的政府间国际组织，而且签署了打击恐怖主义、打击分裂分子、打击极端主义的上海公约。那反恐兄弟们意味着什么呀？你不能说拿个镐把你就跟美国扶持那些恐怖分子干吗？你肯定得派部队吧，你这是专业嘛，咱专业的事儿交给专业的人办，高效打击这些恐怖分子啊。为啥现在全世界反恐最厉害的就是东方大国俄罗斯啊？说白了就是从老美扶持恐怖分子手底下练出来的，是吧？你看非洲和欧洲那边3天2头颜色革命，为啥呀？就因为当地反恐不行啊，对不对？你这里边咱举个例子，就像如果当初乌克兰加入到上合组织了，那么2014年乌克兰颜色革命还能成功吗？还会有后来的俄乌战争吗？美国敢对伊朗发动战争吗？肯定不敢呢。虽然美国不敢对伊朗发动战争，但这并不能阻碍什么呢？美国支持国内的反政府力量也并不能阻止美国利用伊朗国内的反政府力量去搞颜色革命，对吧？但是只要伊朗加入了上合组织，那么就可以在成员国的协助之下，我们就进行反恐，不犯毛病吧？上合组织虽然不是一个军事联盟，但是它的作用和军事联盟呢有类似的地方。现在大家知道上合组织有多重要了吧？对不对？只要你有足够的政治智慧，或者说心够狠，那么上合组织就能够保证你的国家不会因为颜色革命而导致政权的崩溃这也是为什么西方国家把上合组织称为这个东方什么，但是我们不承认，因为我们不是军事同盟，对不对？我们不搞那事儿，我们合作是反恐没毛病
维和不对呀，没毛病吧？对不对啊？上合组织里面最强的国家自然是咱们，包括俄罗斯，这毋庸置疑的，对吧？而上合组织的作用又如此之大，你说这里面暗战激不激烈呀？咱们想一下，如果你是俄罗斯的小弟啊，俄罗斯想让你不背叛，那么他是不是必须要协助你平反这个内乱呢？你得有这个能力吧？你内部有事你叫大哥了，大哥嗷了一嗓子，那边不敢动他了，是不是得有这能力？现在兄弟们，龙国这边也加进来了，你是不是多了一个选择呢？所以说这些年上合组织内部啊也有很多明争暗斗、勾心斗角。那么加入上合组织，有人说需要什么条件呢？兄弟们，加入上合组织必须要具备的条件是啥呢？严格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与原则，互相尊重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互不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平等互利，通过互相协商解决所有问题，不谋求在相毗邻地区的单方面军事优势。大家注意啊，想要成为上合组织成员，你必须要尊重成员国的领土完整。我为什么特意说这一点啊？因为这里面涉及到一些东方大国俄罗斯一些暗战了。2015年7月份的时候，巴基斯坦和那个印度呢，同时要加入到上合组织，这大家都知道，对不对？巴基斯坦和印度会尊重对方的领土完整吗？那对方还在克什米尔地区那不断打呢，还互不承认自己这对方控制的地区呢，对吧？那龙国和印度会尊重对方的领土完整吗？对吧？双方在藏南地区还有争端呢。所以说理论上来说，其实印度是不符合加入条件的。那么既然印度不符合加入条件，为啥上合组织同意印度加入的呢？准确来说，我们为什么同意印度加入了呢？没有别的办法，因为我们不同意印度加入，俄罗斯就不同意巴基斯坦加入上合组织。俄罗斯和印度的关系非常好，印度大量武器都是从俄罗斯买的。我们可以推一下，假设现在啊，老铁们，我们真刀枪炮了，美国是没有胆子和咱们直接开干的，没有胆儿跟咱们直接刀枪炮，但是你别忘了，他控制了海上通道啊，对吧？那个时候他通过海盗或者其他方式，如果切断海上通道呢，比如说让海盗在马六甲啊整几个游轮啥的，故意就让几个大型的商船堵在马六甲了呢。你别忘了去年有一艘货轮切断苏伊士运河1个星期呀，老铁们，那是各国从那儿过的经济都受重创了，对吧？为了防止美国在极端情况之下破坏海上运输通道，花了大价钱呢然后跟缅甸建立了一个这个油气管道，对吧？又建立了一个中巴经济走廊这些项目，但是这俩地方都不稳定，知道吧？这个油气管道呢，经过缅甸的那个若开邦中巴经济走廊呢，经过克什米尔地区若开邦是一个比较非常混乱的地方，大家都知道，美国在那个地方搞老多事儿了然后那边的政府呢，对这个控制力还比较弱只要美国肯花钱，那边就能搞乱乎了克什米尔地区也是比较乱的，兄弟们印度和巴基斯坦天天在这地方打呀，闹心死了。再加上什么呢？巴基斯坦比较穷极端恐怖主义那势力老强大了。美国和印度呢也完全可以搞乱这个地方，比如说巴基斯坦境内很多恐怖主义都得得到印度的支持前阿富汗政府在美国的支持之下就和那个印度共同策划了针对巴基斯坦咱们的这个恐怖事件，对吧？那么我们要想保证中巴经济走廊的安全，就必须要把巴基斯坦纳入到自己的保护范围之内，对吧？仅凭巴基斯坦自身的力量是非常难对付这些有印度和美国支持的恐怖势力的。所以说想让巴基斯坦加入到上合组织，只要巴基斯坦加入到上合组织，兄弟们，那么龙国就可以应巴基斯坦要求，按照上合组织的协议进入到巴基斯坦，协助巴铁反恐，对吧？保证东方大国包括中巴经济走廊这个安全，从而保证我们的能源输送的安全，这是有必要的比如说2021年，家人们，2021年9月21号到10月4号，
根据上海合作组织地区反恐怖机构第36次的理事会决议吧，代号为叫什么呢？叫帕比反恐2021，上合组织成员国主管机关联合反恐演习在哪儿呢？在巴基斯坦这个帕比市举行了，演习由巴基斯坦是主办的。上合组织成员国这个主管机关派反恐执法力量参加什么呢？这是东方大国反恐执法力量首次实警实枪实弹出境参加上合组织成员国主管机关联合反恐演习，记不记得这事儿？但是家人们，我就问你，仅仅让巴基斯坦加入到上合组织就能万无一失吗？当然不行。为什么？因为咱家石油的进口要通过哪儿呢？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你们去看看地图，美国是完全有能力切断霍尔木兹海峡的。当年跟什么苏伊士运河呀，跟什么马六甲这海峡一样，只需要几艘，这都不用整，大型货轮光往那一堵住霍尔木兹海峡，谁都过不去。而且中东国家的石油主要都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出去的。伊朗经常用堵住霍尔木兹海峡来威胁美国，威胁沙特，对吧？我们再考虑一下极端情况，假设霍尔木兹海峡又被封了怎么办？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干嘛呢？打通中巴经济走廊和伊朗的关系，通过陆地将伊朗或者沙特石油运到咱家手里面。于是我们就看见了龙国跟伊朗签了一个25年的全面合作协议。伊朗多次明确表示，我们就想加入到中巴经济走廊项目。将来中巴经济走廊呢，也必然要和伊朗联系起来，海陆并进。海上道路风险比较大，但是陆地上的风险那就比较容易把控了。美国是不敢对伊朗发起战争的，你相信我。但是伊朗国内它不是那么安稳呢，这一点咱们从伊朗科学家经常被美国以色列就支持的恐怖分子干就能看得出来，对不对？莱西都干死了。所以说兄弟们，对伊朗来说最大威胁依旧是国内的这帮恐怖分子。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呢，伊朗无数次想申请加入到上合组织，只要加入到组织了在必要的时候呢，就可以请求这些就是这个上合组织这帮人去支持伊朗反恐。俄罗斯为什么不同意啊？只要伊朗不加入上合组织，那么咱们就根本没有办法把影响力投射到伊朗，毕竟我们是不结盟国家，所以说伊朗就只能依靠俄罗斯。同时也能把咱们呢绑定在俄罗斯身上。你看见没？都有自己的小九九，那关键时刻全是利益。关键时刻美国切断我们这边的海上石油运输通道，那么我们就只能依靠俄罗斯的陆地石油供应了。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家人们，俄罗斯迟迟不让伊朗加入到上合组织。但是现在俄罗斯深陷俄乌战争了，对吧？国力都大量都被消耗了，已经根本没有办法保证自己小弟的安全了。最典型例子就是亚美尼亚呀，对吧？所以说2023年7月份伊朗正式加入了上合组织，知道了吧？俄罗斯为什么不阻止伊朗了呀？因为现在俄罗斯实力下降了，已经没有办法再保护小弟安全了。在这种背景之下，家人们，如果俄罗斯你再阻止，那么只会让小弟不得不造反了。现在那些小弟这个国内都非常不稳定同样道理，白俄罗斯一直都是俄罗斯的小弟俄罗斯自然也希望白俄罗斯能靠自己，对吧？所以说呢，迟迟不允许白俄罗斯加入到上合组织。但是呢，现在兄弟们，俄罗斯说了，自己屁股都擦不干净了，自顾不暇了，对不对？相反，现在的俄罗斯是非常需要白俄罗斯稳定再稳定，好让自己有更多精力去放在乌克兰战场的。所以这个时候俄罗斯只能寄希望于上合组织。白俄罗斯加入了上合组织之后那么这个成员国里面必然会有很多的合作呀，对吧？如果你是俄罗斯的小弟，你甘心被控制吗？你自然希望也能多一种选择嘛，对吧？所以说家人们，现在你就看见了吧，现在俄罗斯同意伊朗，同意白俄罗斯加入到上合组织，就说明什么？俄罗斯已经无力阻止小弟也向东看。当然俄罗斯也获得很多好处对吧？在东方这边的帮助之下，俄罗斯也不需要再花那么多精力在小弟身上了，
可以安安心心搞创作，安安心心搞战斗啊，跟乌克兰就叮当456。另外，随着美国在阿富汗的溃败啊，本来阿富汗呢也必然会加入到上合组织的啊，也必然会加入到一带一路的，但是美国呢就更加无力阻挡我们的崛起。最关键是什么呢？现在这个上合组织已经不仅仅是反恐了，而是扩展到更多的领域了，对不对？我们没有什么军事同盟，对吧？我们就是反恐，这恐怖分子太缺德了，是不是啊？总杀人越货那能行吗？我们还要和平，必须得管一管嘛，对不对啊？但是这个上合组织现在不仅反恐了，包括什么经贸啊，包括环保啊，包括文化呀，包括科技教育啊，还有能源呢、交通啊、金融啊，这很多领域的合作。当然啊，还有一个最重要的领域暂时没涉及，这就是大家都懂，但是谁知道以后会不会涉及这个方面呢？对吧？大国博弈，刀光剑影，明枪暗箭，那攻防这个精彩纷呈啊！毫无疑问，在这场博弈当中，家人们，我们太漂亮了。同意我观点，扣波同意。说完这个，咱接着说点搞笑的事，家人们。以色列的事，以色列喊了1个多月，要干啥呀？要干人家黎巴嫩执政党，对吧？要老子全面干你，我地面部队我杀进你家，直接干爆你家平民，要全面战争。现在还没开始呢，他们自己人干起来了。有人知道吧？根据以色列时报7月5号报道的，因为以色列最高法院裁定以色列军队必须征召达到服役年龄的正统的犹太人入伍，然后数千名的极端正统派的男子呢，在耶路撒冷市中心呢就举着写我们坚决不会加入到敌军然后我们宁愿死也不参军咔举个标语就是抗议去，和以色列这个警方发生冲突了。他们认为什么呢？说强迫参军将摧毁他们世世代代相传的生活方式。那极端正统的犹太人，目前你知道占到以色列总人口的多少吗？占到总人口的 13.5%， 占以色列征兵适龄人口的 24%。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就说了，说以色列需要立即增兵1万名，其中4800名可以从极端正统派犹太人当中招募。红楼梦里面探春说过一句话，兄弟们，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啊！必须先从家里面自生自灭起来了，才能一败涂地，对不对？这句话用在现在的以色列身上，那是非常非常合适的。以色列攻打加沙9个月了，还没能实现原来的计划呢现在又得跟北边叮当456，那势力北边势力那更强啊！黎巴嫩执政党那个哈马斯那咋比呀？一个人口不到1000万的弹丸小国，咱就说先是四处树敌，现在腹背受敌，在中东形成叫人人喊打过街老鼠之势。现在内部人也干起来了，我的个妈！现在兄弟们，以色列什么概念呢？就是内部不团结，各种正派之间那矛盾那冲突那经常成为新闻素材。不光是台上极右翼的，台下极左翼的之间，这各种矛盾执政党之间极右翼内部也有矛盾。以色列在巴以冲突之后成立了一个战时内阁，一共就3人算上那2个这个参与的一共5个人，兄弟们直接后来全退群了。你说搞笑不搞笑？咱们就说小国被四面环伺，叫强敌环伺面对前所未有的危机，内部伤痕累累，家们风雨飘摇，整得比阿拉伯国家之间还不团结，焉有光明的未来呀？对不对？以色列现在在中东特别的孤单，咱说实话，又因为对加沙平民叮当456一顿干，给人整那个叫种族清洗，那声名狼藉呀！老铁们，在全世界那谁见着谁啐他一口，对吧？除了美国家们，一般国家谁也不敢跟他玩。而中东穆斯林国家现在出现了一个空前团结的局面，有生以来没见过中东国家这么团结。穆斯林国家在东大的这个推动之下，沙伊和解的带动之下，什叶派逊尼派和解了，各家的民族矛盾宗教矛盾都暂且放下了，有共同敌人了，对不对？这就让以色列跟美国玩脱了，不会玩了，这么多年没见过这阵仗
美国能轻轻松松玩转中东，为啥呀？就是利用中东这些小九九，利用中东不同宗派之间、国家之间、民族之间的各种矛盾，拉一派干一派，拉一派干一派，让他们始终陷入到内斗之中，对吧？现在穆斯林国家人家不斗了，人家团结了。美国本来几十年的中东主导权立马就告急了。以色列现在啊，家人们真的是就是自己觉得有美国的撑腰啊，这个人家就是又菜又爱玩，有恃无恐。先是高估自己的实力，又高估了美国的实力啊，也低估了美国衰落的速度。美国现在一听说要进中东帮以色列打仗，妈腿肚子都攥紧，兄弟们脑瓜嗡嗡疼。如果美国真有那个实力帮以色列在中东摆平这些呼呼哈嘿的人，我跟你说，艾森豪威尔号航母打击群就被也门胡塞武装干完之后就不会跑，知道不？以色列一步步把自己从困局走成了危局，再一步步走成了死局。犹太财团玩脱了，玩金融他们是一把好手，但面对需要考验阳谋水平的时候，他们没文化啊，他们只擅长玩阴谋。擅长玩阴谋的兄弟们都活不了多久，你就记住，擅长玩阴谋的是谁呢？以色列和美国现在共同面对的就是几乎无解的阳谋。这玩意儿没玩过呀，就只擅长阴损狡诈坏呀，对不对？这个阳谋兄弟们，咱用句非常简单的话来说，就是让谁呢？让中东穆斯林世界从和解走向团结。只要中东穆斯林世界能够团结，美以在中东必输无疑。但是阳谋之所以是阳谋啊，是因为大家都知道，只是做不到，都知道我们要干啥，对吧？我们就明面上的合情合理合法合规，对吧？都知道要干啥，你做不到。能让中东穆斯林世界结束内耗和内斗，那难度之大，想完之后脑壳疼啊，对吧？但是就因为某个神秘力量的存在，就是认为不可能的事情他做到了，就变成现实了。你蒙不蒙圈？你难不难受？栽神经啊！从以色列到美国，应该发现这一次面对的形势跟前5次中东战争完全不一样，兄弟们。前5次以色列的对手没有伊朗，对吧？当然也没有现在这个抵抗之狐。现在抵抗之狐团队成员实力最弱的哈马斯都让以色列这叫什么？这个倾举国之力呀！剿灭哈马斯的目标距离现实越来越遥远。以色列国防军的发言人承认是说任何认为我们能够消灭哈马斯的人全部都是错的。以色列现在最大的苦主是谁呢？北边就是百炼成钢的黎巴嫩真主党，另一个就是远在2000公里之外的胡塞武装。如果胡塞武装和黎巴嫩真主党兄弟们这俩哥们真是一南一北，把以色列海上生命线直接给你掐断了，以色列经济的命门的直接就危险了。坚持不到1个月兄弟们就废了坚持半个月都挺费劲。以色列虽然现在挺难受，但是让他最难受的考验还没到呢，你就看着吧，他唯一的希望就是美国能进来，对吧？但是远远就看着艾森豪威尔号落荒而逃，美国现在有多少的半斤八两能保住他呀，对吧？要去接替艾森豪威尔号的这个罗斯福号航母还没到中东呢，胡塞武装警告直接来了，发视频说了，一旦罗斯福号航母你只要到了红海水域就会将其击沉罗斯福号此去中东，家人们危险重重啊，比唐僧取经都难，真的。现在还没咋地呢，这边就绕道了。本来说巴士海峡都不来了，直接走那个叫啥来着？叫那个马六甲了，对吧？还没等咋地呢，现在这9981呢，我估计他得干出来83呢。所以罗斯福号这次去中东，我告诉你那真的没谁了。他不被干沉，我就觉得都是个奇迹。现在胡塞武装手里面有啥，兄弟们？高超音速导弹，人说我都演练差不多了，我都练习了。那台下10年功，台上1分钟，我现在就差一梭子了。我就需要一个靶子，我验证一下。现在胡塞武装和黎巴嫩真主党是一南一北，卡着这个美国跟以色列，真的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北极熊吞了个冰疙瘩，你吐也吐不出，咽也咽不下。
美国不出动地面部队，我告诉你啊，美国人说美国真拿中东没招了吗？有招，就是你倾全国之力，你打中东天下无敌手，中东全团结起来打不过美国，真的。但是你得倾全国之力，你得地面部队下场，而且地面部队下场，你别想全身而退。你说10年20年的你打不完，到那个时候什叶派出人，逊尼派出钱，我就问你美国你咋整？对不对？现在这个形势就是美国亲自下场必输，不下场必输。区别是下场之后，美国的衰退速度会更快，衰退程度也更加彻底啊！透心凉，心飞扬。美国是真心不想跳进中东这个火坑，但是日本对美国有多无奈，美国对以色列就有多无奈。美国可以面对日本趾高气昂，但在以色列面前只能低眉俯首。真的啊，它和日本的区别就是大丫鬟跟小丫鬟，或者是大太监跟小太监，本质上都是金字塔顶层财团手里面那个工具和玩偶啊。无论以色列还是美国，就是你判断它危机是否已经严重，你就干它内部战争是不是已经开始你死我活的火药味了。像美国这次总统大选，兄弟们从来没这么凶险过呀！民主党都用法律为武器了，要把特朗普坐300多年的监狱啊，对不对？现在他的那个拜登小儿子，那也涉及到几十年的监狱生活啊。而现在以色列非正统派犹太人和正统派犹太人因为征兵这个问题开始矛盾激烈了。以色列建国的时候，犹太人复国主义就为了换那个正统犹太人的支持，承诺好多特权呢，可以不用什么服。但是形势已经非常糟糕的撕毁条约那种程度了，他的兵源不够了，是吧？打着人没了。所以说家人们，现在美国也没招。刚才我不说了吗？去工业化非常严重，美国现在问题是绝对的实力虚弱，它的绝对优势也没有，相对优势没有，软实力硬实力全在虚弱。以色列在中东的威胁已经清空了，美国在中东的威胁也所剩无几了。也门胡塞武装给你打嘚喝的，对不对？即使把中东作为重点，那么多抵抗组织呢，你单拎得出来一个都可能是一个塔利班的规模了，对吧？你说美国怎么趟这个浑水呀？对吧？有人说那怎么办？干吗？干你就得放弃亚太，你放弃亚太就等于什么？东方大国越来越轻松的超越自己，霸权也维持不住了，是不是啊？放弃欧洲呢？你在欧洲没自信了，你在欧洲没威信了。欧洲是美国的子东，是美国的。刚才我前一段时间我说了，欧洲比中东还重要啊。所以怎么办？美国咬牙跺脚，现在就是打碎了牙，嘎啦哈干冰凉，就硬挺着，就跟老登现在站着不尿是一样的道理啊，不窜稀是一样的，硬挺着。就是在全球3大战略区就硬薅的挺，攥拳头挺着，当然可以啊，但是心脏严重负荷了，就像我似的，我真的我今天晚上我再不睡觉，我明天我就嘎了，时间长了你这不脑梗也得心梗啊。所以说怎么分析呢，家人们？解不开的死局啊。美国还有没有逆转？有人说有没有逆转的机会了？我告诉你家人们，明的这一条美国没机会了，知道吧？但是美国和俄罗斯以及东大之间有一条暗线，明面上东方大国俄罗斯伊朗把美国堵得死死的啊，牢牢给你牵到亚太，牵到欧洲，牵到中东啊，让他失去机动能力还有主动权。但是暗地里兄弟们，美国几十年渗透还是有很大存量的，叫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你看看俄罗斯最近报的那个国防部副部长叛逃了，就很能说明问题。就这种重要又关键的位置都被渗透了，其他位置非常不简单的。所以说家人们，你这引以为戒吧，咱们就对不对啊？直接就一波支持给我飘满屏来，兄弟们，新闻讲差不多了。